欢迎回到末世过河，我是查尔斯老查。今天这一期节目是整个这个系列我们录到今天为止呢，可能最搞笑的一集。不过大家可能笑归笑，笑完之后呢，可能我们会觉得这件事情本身呢，也是一种悲凉。这里我们要先问一个问题在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后，在我们的认知和见识里我们呢都认识到中国进入了一个新时代，封建帝制呢被扫进了历史垃圾堆，对吧？皇帝没了，龙椅呢也进博物馆了，辫子呢也剪了，旧社会呢画上了一个句号。但今天我们就要和大家聊的是，你知道在1949年之后中国人有多少人称帝称王吗？答案是有案可查的是10起，它不是1起2起，它是10起。而且呢，这还不是1949年之后就那么几年遗留的问题，它一直持续到1990年代。大家没有听错它持续到1990年代，这火箭都上天了，改革开放都搞了10几年了，还有人称王称帝。更离谱的是这只是谈国内如果我们把海外那几位建国的人也算上，这个名单呢还得再多几位。所以今天呢，我们就要做的事情就是把这些案例呢都拿出来博大家一笑。笑完之后呢，我们要用动机系统论猜一猜。猜完之后，我们可能会发现，这些人不只是疯子，或者说他们不仅仅是疯子，他们是中国文明文化传统中的一面镜子。来，让我们进内容。好，接下来这个环节老查建议大家坐稳。我把这些案例呢分成了4类，我们一类一类来。但在开讲之前呢，老查必须先把一件事说清楚前3类呢是字面上意义的称帝，自封的皇帝年号，建朝廷，分百官。第4类可不一样，他们不只是字面的称帝，而是用同一个结构逻辑包装成了联邦、民国和议会。把他们放进来呢，不是为了给他们贴一个皇帝的标签而是为了能够做一个全面的结构观察。这个分级呢，大家呢也不需要记住，因为待会儿第4类开讲的时候呢，我还会再提。第1类叫做速朽型，也就是建国7天，覆灭也7天。这批人呢，共同特征非常明显，农村出身，文化程度呢也不高，以宗教或者迷信作为自己称帝的合法性依据，自己给自己分年号，建朝廷，分百官，然后呢普遍存活不超过几个月。我们先说第一个朱士强，大蜀帝国。1980年代四川巴中这位朱士强呢自封皇帝，他宣布建立大蜀帝国。他给自己设了6部9卿分了一堆大臣，朝廷班子拉得整整齐齐。结果呢，从建国到被抓，据公开资料不过短短数日，还没来得及收第一笔税，国家就没了。大家说他图个什么他图的可能就是坐在最上面那个位置的感觉，就一个字，爽，哪怕呢只能爽几天。第二个呢，曹家元，他名号叫做玉皇大帝大约1980年代，还是四川。这一位就更离谱了，他已经不满足于人间的皇帝，就直接跳级了，自封玉皇大帝。真的有几十个人追随他老查说实话这个创意呢我还是很服气的。别人称个帝也最多只能在人间的框架里面去竞争，这位直接把赛道改到了天庭了。我不跟你们人间的皇帝争，我要管天上的事儿。这和之前咱们的天王洪秀全都有一拼了。第3个呢叫郑应龙，大有国。1980年代中期，在四川广安一带突然多了一个国家叫大有国，几十个人的规模了。当你走进那个村子之前，完全不知道自己正在入境。郑应龙就是这个国家的皇帝，他也有朝廷也有官员编制。问题在于他的大有国的疆域可能呢也就只是那个村子，你站在村口往外走2步你就要出国了，而且呢还免签。第4个丁辉波，中华大前王。1950年代他自封的大前王，国名呢就叫做东土中华大前王国，也是一套完整的朝廷班子。这位呢我们就不展开了因为模式跟前面那几位差不多，都是封号、建朝、封官，然后呢等着被抓。好，这4个案例讲完老查呢先总结一下。说实话，老查对他们的国号取名能力还是挺服气的。你看大蜀、大有、大前，名号也算是有模有样。虽然令人发笑，但笑完之后大家有没有注意到一件事这4个人互相之间可不认识而且分布在不同的省份当然了，四川是居多了，毕竟是有一个天下未乱蜀未乱，天下已定蜀未定的省份。时间跨度呢又从1980年代到1990年代，但他们做的事情结构上几乎完全一样。自己呢坐在最上面，底下呢分一套班子，用宗教或者是神话给自己找一个合法性。没有人教过他们怎么建国，但他们建出来的东西长得却一模一样。大家记住这个观察因为后面呢我们还会回来猜它。第2类呢就是持久型了。前面那几位如果大家说是闹剧，存活时间加起来可能没有1个季度，
但接下来这批人就不一样了，他们是真的在经营一个帝国，而且有些已经经营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第5个，丁兴来，道德经门，1981年至1990年期间在湖北省罗田县称帝。各位请坐好这一场是世界上闹得最久的一个皇帝，早从1952年就开始的道德经门开国军就是他的前身，而丁兴来呢是后来的残余重建者。他的帝国据报道存续了约9年，但是整个这闹剧却闹了29年，最后呢在湖北的一个偏远山区里建国，一直到90年代初才被取缔。大家想想这意味着什么呀？这个组织闹事那阵子，全中国刚从3年饥荒里爬出来，然后呢文化大革命来了，红卫兵满世界的抄家，地主呢都被打倒了，他们还在闹。改革开放了，邓小平同志说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丁兴来呢这时候还当了皇帝，直到90年代初，已经过了整整29年，终于被取缔了。29年很多民主国家的总统任期加起来都没有他们闹的时间长。这问题就来了29年里为什么没人管呢？答案很简单，也很冷，因为那个山区太偏了，偏到国家权力根本都覆盖不到那里。丁兴来不是为了打败政府，他只是在政府的视线之外，这个细节很重要，我们呢先记住它。第6个叫石鼎武，中华佛国，这个呢是一个解放前跨到解放后的一个案例。1947年还是国民党治下的时候，石鼎武就建国了。然而呢1949年老共也建国了，改朝换代了，但石鼎武没换。共产党的旗帜都插上了城头，他继续在自己的地盘里当他的皇帝，一直到1953年才被取缔。大家要知道1949年到1953年的几年，老共在干什么呀？土改正反，三反五反，整个国家都在天翻地覆但石鼎武在他的小角落里继续当着他的中华佛国的皇帝，外面改朝换代他不换。这说明什么？这说明在中国的某些角落，皇帝这个系统性的惯性比外部的政权更替还要大。第7个，李承福，万顺天国，他出现在1990年代的早期。这位的特点是有完整的官制和组织系统，不只是一个人的妄想而是一群人的共同事业，是有文武百官，有明确的等级体系。他已经不是一个分子的幻觉了，他是一个小型的政权实体虽然小，虽然存在了只有1年多，但他的组织程度让人注意到的一件事在那个系统里的人是完全认真的。第8个，这一类就比较特殊了，它是由女性主导的称帝式组织。比如说80年代山东一带就出现过类似自立王朝的案例。在山东安丘，首领呢传说叫曹秀花，但也有资料把其中一位女性首领记为叫曹正坤，反正不同的来源说法不一。但是各位这一位呢是全场唯一的女皇帝，一个山东女人自立为帝，建了一个叫大圣王朝，存续了2年多。在一个极度父权的文化系统里，连称帝这件事都被一个女人做了。我们可以嘲笑她，但她的存在恰恰说明了一件事，称帝这个冲动在这个文化系统里有多深，它深到连性别的壁垒都挡不住。在中国几千年的正统历史里女性当皇帝的只有武则天一个人，但在1949年之后的草根皇帝名单里，女性比例直接飙升到了1/10。这说明什么呀？这说明当正统的门槛被取消之后，这种冲动，也就是称帝的这个冲动会从所有的缝隙里面冒出来，不分男女，不分老幼，不分地域。但大家需要明白曹正坤虽然打破了性别壁垒，但他没有打破结构的壁垒。在他的想象力里是我也能当皇帝，他是成立了。但如果换个角度，他作为一个1980年代的人，在他的想象力里，我的国家也许可以不要皇帝这个论点却没有成立。他建的还是一个父权结构的朝廷，模板比性别还强。这里呢，我们先记住这句话。好，如果说前面这些人不管持续多久，基本上呢都是关起门来自己玩，但接下来这2位就不一样了，他们试图跟外部的政治世界产生互动。第9位，张清安，中原皇亲国。1982年，四川巴中又是四川，这一位是全场最有外交意识的皇帝。张清安不但自己称帝，建立了中原皇亲国，而且他写了一份国书，写给谁写给当时的台湾领导人，内容大意是邀请对方来做他的总理大臣。据报道说这封信真的寄出去了。你说这是疯了吧？但老查呢想请大家仔细想一想，张清安的逻辑是什么？我是皇帝你来当我的下属。当我们把这个逻辑结构抽出来，跟中国历史上很多统一叙事放在一起看，我是中心，你来归附，这里大家就有没有觉得结构上有点熟悉了？
区别只是在于张金安呢，他太直白了，他把潜台词写成了明文。当然了，老查在这里呢，不是说这些叙事的内涵都一样，我们说的呢是逻辑结构，就是那种我呢是最高的，你呢到我下面来做事，这个结构在中国的政治想象中，从草根到庙堂出奇的一致。而这位张太祖啊，他的步伐呢就更直接了。然后呢，我们再来看看第10位啊，林文勇，曹圣国，1990年代，这也是一个有组织、有政治结构的帝国。曹圣这个名字本身就很有意思啊，他把宗教和政治彻底混在了一起。在这类案例里啊，建国不再只是一个个人妄想，它已经变成了一种带有政治企图的组织行为。好，在进入第4类之前，老查呢必须再强调一次开头说的那个概念分级。前面3类是字面意义上的称帝，自封皇帝年号，建朝廷，分百官。接下来要讲的这2位不只是字面的称帝了，他们打的旗号是联邦、民国、临时大总统。老查啊把他们放进同一期节目，不是为了给他们贴皇帝的标签，我们呢是在做一个结构的性的观察。他们组织追随者的方式、分配权力的方式、处理意见的方式，跟前面那些草根皇帝在底层逻辑上高度相似。大家请注意听清楚这句话啊，结构相似不等于身份等同。我们这里说的同一套模板的不同包装，而并不是他们都是同样的皇帝。好，这个分级方式我们反复强调，主要是因为啊，如果我们不注意区分，就会被质疑你这是偷换概念。分级清楚了，我们呢才能继续。第11个，郭文贵与新中国联邦，2020年。我们呢先说一个最大牌的。不过呢，我们需要承认啊，郭文贵不是典型的皇权模板的案例，他的主要身份啊是一位被美国陪审团判定多项罪名成立的人，罪名主要还是诈骗和洗钱，而不是自封皇帝。把它放在这里有一个特定的观察点，他组织追随者那套结构还是一个人坐在最上面，所有资源归他调配，没有选举，没有制衡，跟前面那些草根皇帝在结构上高度相似。他不是最典型的，但他是一个极端放大的版本，可以帮我们看清这套结构的威力。2020年6月4日，刻意选在6·4这一天，流亡美国的郭文贵和班农在纽约的一艘游艇上宣布成立新中国联邦。宣读建国宣言的人是前中国国家足球队队长郝海东。排场拉满了，游艇、飞机拉横幅，直播，英文翻译，美国政治人物站台。这个新中国联邦啊，有宣言，有纲领，有组织，有货币啊，叫洗币，洗美元，还有媒体举证，看上去像模像样，对不对啊？他整个组织的最终决策权在谁手里啊？郭文贵一个人，没有选举，没有议会，没有制衡机制，所有资源的分配、人事任命、对外表态都由郭文贵一个人说了算，追随者的钱也全部交给他来运营。2024年7月，纽约联邦法院陪审团裁定郭文贵多项罪名成立，法院认定他从追随者手中骗取巨额的资金，公开资料里面说啊，是10亿美元量级，用来维持自己的奢侈生活，从追随者的手里收保护费，以建国的名义。这样看来啊，朱世强当了几天皇帝，还没来得及收税就被抓了，而郭文贵运行了3年多，收了巨额的资金才被抓。我们要再次强调啊，我们不是说这2个人是同一回事，而且他们的性质、规模、动机都有很大的差异。但是这里啊，他们组织权力的底层结构是在同一个模板里的。于是我们来到第12个，也是今天的最后一个。大家请注意啊，这一类已经不再是字面意义上的称帝了，而是同一套结构在现代语境下的一个变体。刘宗敬于大蜀民国，2018年前后。这一位啊就更有意思了，因为呢他是个读书人啊。刘仲敬原来是一个新疆的法医，后来成为网络上颇有影响力的历史评论者，他的粉丝管他叫做阿姨，大家呢也就别问为什么了，中文互联网有的时候就是这么神奇。刘仲敬呢有一套自己的理论叫租下，他认为中国这个概念啊本身就是个假的，应该解体成为几十个小民族国家。2018年前后，据网络公开的资料，他在美国以大蜀民国临时大总统的名义活动。大家请注意啊，这个大蜀民国名字里多了民国这2个字，听起来比前面那些朝廷进步多了，对不对？但问题也来了，这个大蜀民国有国土吗？没有。他的实际国土听名字也知道在四川，但刘宗敬人在美国，他有国民吗？确实有一些网上的追随者，但没有人真的有大蜀民国的护照。有政治实体吗？也没有，他主要呢是一个网络概念。但刘宗敬依然给自己冠了临时大总统的名号，所以大家看出来了嘛，从皇帝到总统称呼是变了，但那个底层结构就是我是那个新国家的最高领导人却没有变。
刘宗敬读了那么多书，了解斯宾格勒，了解西方文明周期论，也了解民主国家的概念，但当他真的要建国的时候，他做的第一件事不是建立制度，不是起草宪法，不是组织选举，而是先让自己当上了总统。皇帝的龙袍换成了总统的西装，但穿衣服的姿势一模一样。好的，到这里啊，老查呢再多说几句啊。海外建国这个事情呢，其实不止这两位啊。从1980年到现在，海外民运圈子里隔三差五就有人宣布建立各种各样的政府、联邦、议会，有的确实存在了几年，有的只存在了一场新闻发布会。但大家仔细看他们内部结构啊，会发现一个共同点：发起人几乎永远是主席、总统和领袖。很少有人说我来建一个机构，然后呢我们来选一个领导人，顺序永远是反的，永远是我来当领导人，然后这个国家围绕着我来转。这个顺序本身就说明了一些东西。好，4类案例啊全部讲完了。我们这里啊做一个小结啊，从1960年代安徽三里的丁新来到2020年纽约游艇上的郭文贵，从几十个人的山村到几十万人的线上社区，从自封玉皇大帝到发行加密货币，从写一份国书给台湾到请美国的政治人物来站台，时间隔了60年，空间也从中国的腹地移到了美国的纽约。前3类是字面上的称帝，第4类是结构性的同源。我们把它们放在一起聊，说的并不是都是同样的皇帝，他们都落在了同一套模板池里。这套模板长什么样呢？就是一个人坐在最上面，下面有一套朝廷或者叫组织，合法性来源是宗教、意识形态或者某种使命感，所有的资源归顶点调配，没有制衡，没有换届，没有退出机制。这可不是一个巧合，这就是一个模板。好，节目说到现在啊，如果大家觉得呢今天介绍这些人啊那都是笑话，那么下半章呢我们就要继续聊为什么这个笑话说了几千年，说到了今天居然还在聊。我是查实老查，这里是牧师过河，让我们下半章节目再见。